恋爱4周年这天，姜妍买了机票来找我。因为前段时间太久没见，所以一整天我都特别兴奋，提前很久就做好了这几天的计划安排。晚上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的手机一直在震动，我有点疑惑，低头掏出手机查看，原来是白天随手在抖音上发的姜妍来找我的视频火了，消息栏里抖音的点赞和评论都是99加。可评论区的重点不是祝福异地恋不容易99的，而是纷纷提醒我注意一下男友的抖音喜欢。我不明所以地点进姜妍的抖音，姜妍的主页还是一如既往没有作品，我又点进她的喜欢，这次我却怔住了，因为姜妍的喜欢里除了乱七八糟的游戏和电影解说外，都是一个定位同校的女生。我转头看了眼姜妍，她正心不在焉地垂眼看着手机，不知道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抿唇轻笑，眉眼放松。看到她的样子，我无端感到几分心慌，侧身下意识继续点进那个女生的主页，看似寻常记录生活的照片，我却意外地在其中找到了不少姜妍的痕迹。那张随手一拍的近期读物，正是前几天姜妍分享在朋友圈的最近在读的书。我看到姜妍在下面的评论，你还真看了，女生很快回复，某人挂在嘴边几天了，我当然要拜读一二喽，语气亲昵。滑到女生最新发的视频，已经有不少热心网友涌入这个女生的作品评论区，为什么人家男朋友只给你点赞抖音啊？有情况啊，这是？你知道人家有女朋友吗？边界感呢？而这个女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回应任何一条评论，不知道是还没有看到，还是不知道如何回应。我将坐在座位，脑袋里一团乱麻，内心的难堪和不可置信将我原地吞没。此时姜妍见我低头看手机的时间太久，侧身凑到我脑袋边，好奇地问，看什么东西呢？这么入神。不知为何，我反而下意识将手机偏向另一边。没什么，就小组作业润色收尾的事。姜妍没有放在心上，抬手摸了摸我的头，专心看电影。我慌忙转移话题说，对了，刚才电影讲了什么呀？电影院光线昏暗，于是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我能明显感觉到在我头顶随意揉搓的手一顿，连带着姜妍的手臂仿佛都有些僵硬。停顿了有几秒钟，她将手收了回去。姜妍的声音有些模糊地从我旁边传来，我刚刚也没太注意看，我的心缓缓下沉。没注意看，那她刚才是在跟谁聊天才那么入神呢？坐在座位上，我的思绪却再也回不到电影身上。我的思绪分成了两半，一半回忆着过去4年我们从高中携手到大学异地的点滴，一半则回忆复盘着过去几个月内姜妍不对劲的蛛丝马迹。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当你质问他的时候，就要做好得到会伤害你的答案和失去他的打算。我也不知道自己刚才是出于什么心理，将手机偏向另一边，试图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延迟这件事情需要得到解决的时间。至少我想给自己和姜妍安安静静看完这场电影的时间。我有一种预感，这也许会是我们像这样看的最后一场电影了。不知为何，接下来的电影里，我和姜妍都没有说一句话，在沉默中看完了整场电影。我内心一片荒凉，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和姜妍之间似乎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变了。其实我知道那个女生，她叫乔依然，是姜妍同校的大一学妹，和她在一个天文社团。而我第一次知道乔依然，也是在姜妍的朋友圈里。那天，向来很少发朋友圈的姜妍难得地发了一张照片。我本来随手点了个赞，却在即将滑走的那一刻停顿。鬼使神差的，我点进去了那张合照。是一张群像照片，上面男男女女皆有之，显然是姜妍天文社的团建合照。我也终于发现了让我不舒服的地方，照片上姜妍和一个女生并肩坐在一起，两个人靠得略近，而姜妍的手正横过沙发搭在女生的身后，两个人一起看向镜头，脸上挂着笑意。不知情的人打眼粗略一看，估计都会以为这才是一对甜蜜的情侣。当晚和姜妍打视频的时候，我假装无意地提到了那张合照上坐她旁边的女生。这个女生是谁啊？怎么感觉没听你提到过呀？我都不认识，不知是不是灯光太强晃了眼。我看到姜妍原本心情不错，含着笑意的眼中闪过几分我看不懂的意味，声音也随之沉了下去。她叫乔依然，是大一刚进社团的，我没事提她干嘛？哎，我这边社团是不是每一个人我都要跟你介绍一遍啊？
你烦不烦？我刚想解释，只是随口一问的声音又被他打断。离旭，是不是我一发照片，你都要拿放大镜看？你无不无聊？能不能给我点我自己的空间，尊重我的隐私？几句质问的话，将我的解释和欲言又止的话堵在喉间。我们在一起3年，他说低调不喜欢发朋友圈，所以朋友圈几乎没有我，而那个女生却如此自然地出现在他的朋友圈的合影里。姜妍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语气太冲，抿了抿唇，开始解释。最近期中周，事情堆在一起太多，搞得我有点烦。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再添乱了。我半晌才有些艰涩地开口，知道了。然而第六感却让我没办法不去在意那个女生。那张照片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于是在姜妍最新的抖音关注里，我找到了那个叫乔依然的女生的抖音，又通过她部分照片的水印，一路摸到了她的微博。乔依然主页最新一条的微博是一张抖音的聊天记录截图，文案是好可惜，养有1个月呢。我点进去，是和姜妍的抖音聊天记录。乔依然嗔怪姜妍，都怪你忘记回消息。某音点亮了1个多月的火花没了。我第一次跟人聊天，抖音有这么久火花没了。姜妍回复，那再续一个。乔然，好啊，说好了，你要再陪我一个，还有一个可爱卖萌的表情包。这话就说的有些暧昧的意味了，因为他在撒娇，合作每天聊天的约定。而过了一会，姜妍回复，我顿时愣怔，大脑陷入一片空白。我没忍住，把截图发给了姜妍，想要个解释，却因此我们之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吵。姜妍在电话那头发了很大的火候我，李旭，我发现你越来越不可理喻了。我是不是说过要你给我自己的空间，要你尊重我的隐私？你从哪里去找的我朋友微博是奸人家？你是变态吗？我这就是朋友之间普通交流好吗？我们说了暧昧让人误会的话吗？你自己没有朋友吗？难道真是闲得没事干？我被凶得鼻尖酸涩，踌躇着开口。可是我们没有在抖音养过火花。我在抖音看到好玩或者想一起做的事情，都经常转发和艾特姜妍，但是他很少回我，10条可能才会回1条不好笑啊和无聊。我也撒娇提到过想养抖音的火花玩，姜妍只是皱眉嫌弃地说，李旭你今年几岁了？还养火花？你又不幼稚，就算无意聊出了火花，也从来不会超过1个星期。姜妍回复我的抖音消息，从来都只是看心情，更别提断了之后续上。我本来可以假装不在意这些，直到我看到乔然发在微博的聊天记录。原来换一个人，他就不会说这些幼稚浪费时间，火花断了也可以理直气壮的抱怨和续上是吗？没有什么可是，你现在就取消对人家的关注，以后不要再看人家微博抖音，不要再探查我和我朋友们的正常相处，可以吗？我真的对你没话说了，尊重我和我朋友的隐私，还有相信我很难吗？而且人家乔依然有喜欢的人好吗？他只是在开玩笑，我们都知道，怎么就你这么开不起玩笑当真了呀？能别这么没事找事吗？找架吵。沉默片刻，我流着泪低声问姜妍，你觉得我麻烦了吗？你想跟我分手了吗？姜妍，电话那头的姜妍不耐地撂下一句，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先分开一段时间，各自冷静一下吧。随即他挂断了电话。这场冷战仅维持了1个星期不到，就以我的失败告终。那1个星期里，我食不下咽，入寝难安。我反复咀嚼着在一起4年间的点点滴滴，想不通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一折。到最后，我也成功说服了自己，怪我不该不够信任姜妍，不该怀疑他，不该还去找他朋友的抖音微博。那1个星期，我都不停地给姜妍发短信和打电话，都被他拉黑和挂断。最后一次，姜妍终于接了电话，忍无可忍地说，有本事你现在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跟你和好，不然就别再烦我了。他的一句话，我就买了当天晚上机票找他。虽然那天最后没有见到他，但我回到学校后，给他写了1条长长的小作文，细数我们的回忆，保证我一定不会再犯误会怀疑他。最后，在我的努力下，我们和好了。虽然心知破镜难以如初，但我在努力修复我和姜妍之间的缝隙。所以这次4周年纪念日他来找我，我提前做了很久的计划与安排，想要维护我们之间的感情。看完电影天色已晚，学校已经过了门禁时间，我顺理成章和姜妍回了酒店。姜妍进了浴室洗澡，我听着浴室传来的淅淅沥沥的水声发呆。突然想到刚才晚饭有道菜点得很辣，姜妍肠胃不好，可能晚点会胃痛。我找了找手机，
想给姜妍点个清粥和胃药，私下找不到才想起来手机可能是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落在浴室了。眼下姜妍在洗澡，懒得再麻烦她。鬼使神差，我的目光偏头看向了姜妍随意扔在枕边的手机。我拿起来，挑了家我常吃觉得味道不错的店，下单了清粥，又买了姜妍用的胃药。点完外卖，我想到了姜妍的抖音点赞，想到乔然，心中还在犹豫要不要就此息屏，毕竟半个月前的争吵还历历在目。这时，美团弹出一条通知，说您的百姓大药房 A 市 A 大店订单已送达。订单信息上显示，买的是一盒布洛芬缓释胶囊和一包红糖。随即又弹出一条微信，收到了，好贴心。一瞬间，我的心沉坠得像灌满了冷铅。做了好久心理准备，才点开姜妍和乔然的聊天框。不出所料，最近的聊天记录是在1个小时前。乔依然，怎么办呀？生理期真的好难受，肚子好痛。姜妍，怪不得昨天我走的时候看你脸色不太好，多休息。乔依然回了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包，又说，我好惨，你在 B 市陪女朋友就幸福了，我躺在床上被痛经折磨得奄奄一息，只有我受伤的世界达成了，语气亲昵又自然。那个时间点，我和姜妍在看电影，想来在电影院和姜妍聊天，并且逗笑姜妍的人是谁，已经不言而喻。过了一会，姜妍发了句话，给你点了药和红糖，多喝热水，注意休息。我紧盯着手机，面色灰白。高3那年，我因为成绩优异受老师喜爱，性格又内敛不善解释，被同班的几个女生记恨霸凌。深冬，我被锁在厕所，一盆冷水自上而下浇透了我的全身。正值生理期第1天，我打着寒战，捂着肚子几近昏厥。那时是姜妍义无反顾地冲进女厕所，踹开隔间的门，将我横抱送到医务室。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姜妍正握着我的手，一并递给我泡好的红糖水和布洛芬。她的手温暖干燥，我牵了上去，就一直牵到了4年后的今天。时至今日，我也未曾想过放手。高3那盆彻骨的冷水对我影响实在比我想象中大。从那以后，每逢生理期，我都痛经得格外厉害，最严重的时候会捂着肚子直冒冷汗，恨不能在地上打滚。姜妍也深知我生理期难熬，就算异地分隔2地，也会提前算好日子，给我点红糖和布洛芬。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心照不宣。他话少低调，但这是他对我独有的关心与体贴。看到姜妍点给乔依然的药，我才猛然意识到，直到半个月前我们吵架，他的红糖水和关心已经缺席了近2个月。我努力告诉自己，只是这点药不至于，可是内心不断上升的问题挥之不去。缺席的，真的只是这点不值钱的药吗？我站在原地，表情空茫。浴室里的水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身后传来姜妍不耐的声音：“你在翻我手机。”我转头看向姜妍，泪水也随之夺眶而出。她换了一身睡衣，头发还湿漉漉地滴着水，神色冷淡。对上我视线的那一刻，姜妍明显有些愣怔。怎么哭了？她的手也随之伸到我的眼下。我偏头躲过姜妍的触碰，胡乱擦掉脸上的眼泪，跑到浴室拿出我的手机，翻出她的抖音喜欢界面，还有她的手机中的外卖订单信息。我用止不住颤抖的手将2台手机举到她眼前，要个解释。我还想问你，你的抖音喜欢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除了游戏都是那个女生的作品？为什么我让你给我的作品点赞的时候，你就只会说你不喜欢点赞，觉得麻烦？那你为什么给乔然点赞了这么多作品？这时候你又喜欢点赞了，你又不觉得他麻烦了？我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向姜妍。尽管我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狼狈，可是声音里掩饰不住的哭腔暴露了我此刻内心的波涛汹涌。姜妍不耐地揉了下眉头，冷冷地看着我：“你没事发什么疯？”我嘶哑着声音打断了他。我一直想努力让自己不在意，可是姜妍，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连续2个月缺席的生理期必备的红糖水和布洛芬，你却点给了乔依然？姜妍，你以前说过的话，你现在都忘记了是吗？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正值高3，我和姜妍都很小心。只有每个月我生理期时，桌肚里按时出现的温热的红糖水和止痛药，是我和姜妍心照不宣的秘密。我曾向姜妍撒娇，说以后能不能只给我送这些，只对我好。姜妍笑着揉我的头：“那当然，除了你，我还会对谁这样伺候着呀？”
你永远是独一份的。似是也回忆起了曾经青涩甜蜜的回忆，姜妍原本紧绷的脸色和缓下来。他向我走近一步，开始解释：旭旭，我和乔依然真的没什么。那个抖音点赞，就是社团聚餐的时候，乔依然说自己的抖音流量不好，没什么人点赞，自己抢我的手机点的。他还自己拿了我的手机给自己评论当托，而且他让社团里很多人给他点赞了，其实就是个玩笑。估计我当时在跟别人聊天，没顾得上，才让他拿手机，下次不会再这样了。至于点外卖，我承认是我的问题。我看她一个女生到外地读书，人生地不熟的还痛经，我就想到了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也挺可怜的，才顺手点了个外卖过去，仅此而已。旭旭，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难道会不相信我吗？说话间，姜妍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前，她拉过我的手紧握着，温暖的温度清晰地传送到我冰凉的手心。旭旭，你信我。我看着姜妍的眼睛良久，她专注地看着我，神色坦然。不知道为什么，在电影院里，她垂眸看着手机时的笑容，却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我有些迷惑和动摇。姜妍把我揽在怀里，低声向我道歉。前段时间社团和七中周事情太多了，忽略旭旭了。我跟我们旭旭道歉，不该忘记你的生理期的，以后也不会再给别人点赞了，好吗？我犹豫着问，真的只是觉得他可怜吗？没有多余的什么了吗？姜妍闻言微不可察地停顿了下，伸手将我搂得更紧。真的只是……你别多想了。我沉溺在姜妍的怀抱里，侧脸贴着她温暖的胸膛，熟悉的温度一如当年姜妍在阴冷又潮湿的厕所中把我横抱带离时，半梦半醒中我所感受到的温度，温暖可靠。姜妍性格冷淡低调，恋爱的日子里，除了象征关心在意的生理期固定按时出现的红糖水和止痛药，我们其实并不算多热络甜蜜。可是在我意识模糊无几的那个拥抱里，在自幼父母离异各自组建家庭，辗转两个家庭间饱受冷眼担惊受怕的我眼里，我感受到的温度象征着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坚定选择。在那以后，无论多么怀疑与挣扎，只要想到那个在我最失意煎熬的时间里，是他为我解围，陪伴我走出泥潭，给了我10几年来第一份呵护与爱，我都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陪他走下去。我伸出小臂，环抱着姜妍的脖颈，迟疑着开口：那好，姜妍，我信你，这个事情算翻篇了，以后我不会再提。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让我难过了，不要再跟那个女生有太多交流了，好吗？姜妍闻言，落在我后背，一直轻拍安抚着我的手乱了节奏。好，那天争吵以后，我陪着姜妍玩了5天，期间相处融洽自然，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甜蜜。那时我以为，虽然异地难以坚守，但我们的感情可以抵御时间和地域的距离。在姜妍的说服下，我隐藏了那条争议颇大的抖音。隐藏那条视频时，鬼使神差下，我再次点进了乔依然的抖音。我看到乔依然在抖音回复了还在追问的吃瓜网友们，纯友谊，我还看不上他呢。我垂眸，最好只是这样。而彼时我没有想到，仅1个月后，我就见到了乔依然本人，以一种令我难以接受的形式。1个月后是姜妍的生日，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的感情状态不太稳定，我很重视这次她的生日，提前兼职攒钱买到了她曾经提过感兴趣的天文望远镜。我不太懂这些品牌，只是既然姜妍提到过，就想把东西送到她面前。订好去 A 市的车票后，为了给姜妍一个惊喜，晚上视频的时候，我故意装作沮丧的哭天喊地：怎么办呀，姜妍，我月底没有生活费了，不能来 A 市给你过生日了。姜妍闻言抬头，灯光晃眼，我没有看到一整晚心不在焉的她眼中闪过几分喜色。等我定睛看向屏幕，只看到姜妍无奈地望着我，轻笑着安抚道：没关系，那我过段时间再去找你。姜妍生日这天，她给我拍了很多她的室友们给她庆生的照片。生日这天见不到你，还是有点失落。离旭，我想你了。收到姜妍的微信时，我抿出甜蜜的笑容。姜妍一定想不到，其实我已经坐在前往 A 市的高铁上了。和好后，这段时间我和姜妍的感情变得更好了。她开始主动给我报备行程，并且也开始说一些甜言蜜语哄我开心。所以看着已经到 A 大快地点的物流消息，我忍不住在脑海里勾勒起了姜妍看到我还有收到礼物时的反应，期待万分。我也想给她一个惊喜。当
到 A 大时已经临近傍晚，我站在 A 大的校门口，提着蛋糕和花，兴奋地打电话给了姜妍。电话那头声音嘈杂，我等了一会才听到姜妍的声音传来，模糊不清。离旭，我现在有事，晚点再。不待姜妍说完，我兴高采烈地打断：姜妍，你猜猜我在哪？算了，你肯定猜不到，我现在在 A 大门口，因为来 A 市坐了很久的高铁，甚至到达时已经傍晚，而且是为了给生日的姜妍一个惊喜。我在路途中想过无数次，她接到电话会是什么反应。所以拨出这通电话时，我格外兴奋。姜妍停顿了几秒，我紧张地屏息等待着她的回答。沉默间，我能听出她跟周围的人打声招呼，走到了一个相对安静能听电话的地方。整个过程中，姜妍没有再说一句话。我逐渐从她的沉默中咀嚼出了不欢迎的意味。姜妍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姜妍不可置信的问话堵了回去。不是，你再说一遍，你在哪？A 大门口，我抿唇回答。姜妍不耐烦地开口：这个点了你还来干嘛？你来之前能不能先说声？我才惊觉自己好像办了件坏事，踌躇着开口解释：我来给你过生日，想给你个惊喜才。离旭，这不好笑，惊喜要收到的人感受到了喜才算惊喜，你这样不打一声招呼，直接冲到我们学校门口才打个电话通知我，这算什么？我只感觉到了惊。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心情好，不惹我烦你就不舒服？才好了几天，又开始做。我这段时间对你太好了。姜妍语气斥责。我吃力的一手提着蛋糕，一手抱着花束，看着 A 大校门口来来往往的男女，退让地站在墙角，试图最大化缩小自己的存在感，默不作声地听着姜妍的电话。仿佛终于察觉到了我的难堪，姜妍停顿了下，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好，我知道你是好心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提前说一声你要来呢？我好提前做好安排，把时间空出来。你看现在我都跟朋友们约好了，我是寿星，总不能临时把一堆人撂在那，你来了也只能一个人。我们会玩到很晚，如果你要等的话就等吧。我张了张口，最后只闷闷地回答：好。电话挂了。垂眸看着手里的花束和蛋糕，我忍不住想，以前每次姜妍知道我可以来 A 市的时候，她是有多么高兴。她会开心的马上给我打电话，尽管内敛不会表达，也会通过主动给我订车票、送花、准备我爱吃的零食等等来表示对我的思念和欢迎。往日的情景与现在形成鲜明的对比，区别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我没有打招呼就来了 A 市吗？我垂头，怀疑着自己是否真的好心办了坏事。可是记忆中，很久以前，网络上有一个热梗。我问姜妍：我是皇帝，能满足你一个愿望，你的愿望是什么？姜妍笑着隔着屏幕戳了戳我，说：应该是哪天能突然接到你的电话，说你就在 A 大，让我赶紧下楼吧。我质疑：那样不会吓到你吗？不请自来什么的。姜妍却摇摇头回答：怎么会？天天做梦梦到的某人突然近在咫尺，我肯定会激动的马上冲到你面前，一把抱住你。记忆中姜妍的回答还在耳侧，而事实是，姜妍并不像当初预设的那样激动兴奋，她甚至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个约定，所以在接到我电话的时候，止于不耐和敷衍。我不愿继续深思，拎着蛋糕和花束，我努力忽略路人投来的目光，在 A 大校园里闲逛。思绪漫无目的的漂浮，想起来姜妍在前面路口的拐角给我系过鞋带，那片湖边我们接过吻，前面的操场上我们一起坐在看台上看过星星。不知不觉，我来到了操场。此时不远处一阵热闹的起哄声引起了我和一众路人的注意。操场的一角有一簇男女气氛热闹高昂，似乎是谁的生日，亦或是什么表白现场。操场的灯光昏暗得看不清面庞，只有模糊不清的轮廓。我看到几步之外，一个女生踮起脚尖，将生日礼帽带给那个背对着我的寿星。她正弯腰配合着女生的动作。刚刚的起哄声显然正是因为这甜度爆表的一幕。而紧接着，女生很主动地挽住寿星的胳膊，踮起脚向男生亲去。呦，磕到了！听到这声哄笑，原本只是驻足观看的我一惊。因为这道声音的主人我认识，是姜妍的好哥们张超。而刚才电话里，我听到姜妍跟张超打了声招呼，才走远跟我通电话。他们应该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姜妍此刻就在现场，真相就在眼前，只是我不愿承认，试图挣扎到最后一刻。
我突然感觉呼吸道里好像堆满了沙粒，开始缓慢地让我窒息。看不清东西，我的泪水在眼眶酝酿。我眯起眼睛，努力在起哄的人群找到姜岩的身影。我看到在前排哄笑起哄的张超和姜岩的一众好友，看到喊着在一起的路人，最后看到几步之外始终背对着我的寿星终于侧过脸，接受了女生的吻。哦，真的是你呀，姜岩！一时间，我居然有一种悬在头顶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的感觉，咚的一声，一直砸进我心里无底的深洞里。哪有真的那么迟钝？只不过是我一直以来都在装傻，妄图再陪姜岩多走一段路。可是此刻答案昭然若揭，他已经不想和我一起走了。我突然泄了力，手里的蛋糕和花束掉在地上，发出不小的动静。热闹的人群里有不少目光被我吸引，看到地上摔坏的蛋糕和花束，以及满脸不可置信的我，有人嘀咕了一句：“不是吧？”我嗅到了有瓜的气息，而我此时已经无暇顾及自己是否被旁人当作吃瓜的对象。我一步一步走到姜岩和乔依然的面前，听到响动，姜岩回过头看向我，面色铁青，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反倒是乔依然上下打量了我，大概是猜出我的身份，随即搂紧了姜岩的胳膊，率先开口：“哟，你就是黎旭吧？怎么还追到我们学校来了？你脸皮也是够厚的。”我没有理会乔依然的冷嘲热讽，径直朝姜岩走近一步，问道：“姜岩，这是什么意思？”姜岩只是皱着眉头看着我：“你怎么来了？”我刚要开口，就见乔依然抬手指了指一旁的朋友们手里捧着的插着蜡烛的蛋糕，看着我怜悯道：“他不让你来，你还不懂吗？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因为他想和我在一起。”不只是想和我在一起过生日，还想跟我在一起。听到这段话的我深吸一口气，颤抖着声音再次向姜岩求证：“是这样吗？”姜岩抿唇一言不发。乔依然不耐地说：“你是不是有病？我都跟你说的这么明白了，你还一直问他做什么？真的要像一个可怜虫一样缠着学长要个明白的答案是吧？”说完，乔依然眼珠一转，想到了什么，不屑地看着我笑道：“哦，我忘了，一个高中就被孤立、被校园暴力，冬天被锁在厕所里浇冷水的人，还真是个可怜虫。当然会不顾一切地缠着舔着一时怜悯你的姜学长啦。你很缺爱吧？还追到这里来，姜学长才真是可怜，因为一时的善心怜悯你，结果被你纠缠到现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不受同学待见被孤立的人，想来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是你呢，就不在这傻站着了，赶紧把你那地上乱七八糟什么花呀、蛋糕啊收拾走人。”乔依然还在继续说着，但我看着他蠕动的嘴唇，只觉得一切又荒谬又可笑，胃里一阵翻腾。明明我和姜岩在一起真真实实的3年，在他嘴里却变成了我一厢情愿的纠缠。更让我无法原谅的是，我曾经被校园暴力这件事，乔依然绝无可能知道，是姜岩告诉他的。多可笑！我毫无保留恋爱3年的男友，我们之间的回忆，如今竟成了对立时歪曲事实后被自我攻击我的利剑。我直直地看着姜岩，好像还想等一个解释，却等来了他躲闪的眼神。他只是拉下乔依然，说：“小乔，别这么说，被校园暴力不是他的错。”我能感受到周围看待我的眼神刷的变了意味，有人凑在一起看着我窃窃私语，被校园暴力，他自己肯定有问题呀！我将在原地如坠深渊。时隔4年，我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隔着朦胧的泪水，我看到3年前的我也站在原地，被周围的人讨论和躲避。姜岩站在我的身边，握住我的手腕，将我带离了那片泥沼。我听到3年前的姜岩握着我的手，用一种近乎庄严的口吻承诺：“旭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站在你身边，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攻击重伤你。”而此刻，他站在我几步之遥的对面，竟然垂着头，几乎不敢看我的眼睛。此时，姜岩的朋友们纷纷跳出来打圆场。张超先是象征性的拉了拉乔依然一把，责怪他说话太直难听，不痛不痒。随即尴尬地冲我说：“黎旭啊，异地恋这么久才见一次面，平时也冷热不知的。其实严哥跟你坚持了3年这么久，挺不容易的，他也够意思了吧？要我说你们就好聚好散吧，你说是吗？你先回去吧，你看这么多人看着呢，也别让人家看笑话了。回去吧。”孰亲孰疏已经一目了然。这个瞬间我终于明白，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姜妍和乔依然之间的暧昧，甚至是起哄撮合的态度，哪怕知道姜妍有一个恋爱3年的我。曾经有次我来找姜妍时，他们圈子里的朋友对我的态度都很古怪。中途我去洗手间时，张超的女朋友找过来对我说：“小旭，有空你可以多来玩呀，大家都挺喜欢你的，你多过来查姜妍那小子的岗。”我那时只是抿唇笑笑，我在 B 大过来也不太方便嘛，你们要是放假来 B 市玩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当导游。他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半晌无声地叹了口气。现在看来不是打趣，是提点。我看着站在朋友和乔依然身后的姜妍，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就近在咫尺，我却觉得我们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远过，比 B 市到 A 市还远。我突然想起我第1年到 B 大上学时，我总自责挑了一个太远的学校，离姜妍那么远。这一刻我才觉察，原来距离并不是阻隔一切的原因。当下我们仅有几步之隔，却还是像隔了千山万水。我四下望了望，最后低头捡起了地上的花束。乔依然大概真的以为我要窝囊地收拾东西离开，直到我走近，他还无知无觉地搂着姜妍，对我露出胜利者挑衅的笑容。直到下一秒，我大力将一大束玫瑰花束摔在了他的脸上，他不防备地被我打了一个趔趄，花束里的玫瑰花刺划伤了他的脸。乔依然尖叫一声，他愤怒地冲到我面前想要还手，却被我冷厉的眼神吓得僵在原地。我讥讽地说：“乔依然是吧？你要点脸吧？我怎么不知道我在今天之前跟姜妍分手了？1个月以前还在抖音上面说你们只是朋友的话，现在被你当屁放了是吗？不然怎么厚着脸皮刚才踮着脚亲姜妍的脸？你的嘴有自己的想法，自己贴上去的，不关你的事是吗？你知道边界感和分寸感是什么吗？知三当三被你说的这么清新脱俗，我也是第一次见。说到底，你不还是个趁着别人异地插足感情的第三者？”一段话定死了乔依然第三者插足感情的罪名。旁边围观的路人纷纷开始小声议论，刚才那么咄咄逼人，还庆祝生日，我还以为这才是正牌女朋友呢，原来是个3啊！插足别人感情，刚才还说话那么嚣张难听，怎么好意思？这不是欺负人家女孩子一个人吗？乔依然一直被朋友们众星捧月，哪里听得了这些指责的话？他被我一番话堵在原地，于是啜着眼泪看向姜妍：“学长，你帮我跟他们解释呀！”我不是……原本一直沉默又愧疚地看着我的姜妍，瞬间就动摇了。她神色疲惫又不耐地抓住我的手，低吼道：“够了，你闹够了没？”我定定地看着眼前的男友，他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变得极为陌生。我拼命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哭，但眼泪还是模糊了我的双眼。看到我的眼泪，姜妍突然有些慌了。嘘，我一把甩开姜妍的手，挣开时我的手腕红了一圈。他的力气很大，手腕刚才被他捏得生疼，而我这次也是用足了劲挣开。此时现场落针可闻，鸦雀无声，所有人屏息听着我们的对话。我突然觉得疲惫且荒唐。我男朋友的生日会，我竟成了在场唯一的不速之客。本来想一鼓作气将地上的蛋糕盖到姜妍脸上，可是如今我却泄了力，好像连继续维持站立在这里的力气也没了。我疲惫地问姜妍：“你还喜欢我吗？”姜妍抿唇看着我，下意识看了眼身后同样等待着答案的乔依然。算了，不重要了。我打断他，我要的答案，在他望向乔依然的那个迟疑的空档里就得到了。姜妍，你拿我曾经被校园暴力的事情当作讨好新欢的谈资，你真的不堪。当我的创伤被当众无情揭开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我说，这从来都不是我的错，你会把这件事藏在心里，这是我们2个的秘密。你再也不会让我受委屈吗？你一再向我解释你们只是普通朋友，让我相信你，可是你把千里迢迢赶过来给你过生日的我晾在校门口吹风，和打得火热的学妹庆生。可是刚才乔依然亲你的时候，你只是侧脸配合，没有拒绝，纯友谊。我看是纯友谊吧。脚踏2条船毫无边界感的渣男，和知三当三还振振有词贱女，你们确实般配呀，多看你们一眼都让我恶心。姜妍脸色煞白。旭，你别这么说我，越说越感到前所未有的委屈。我捡起地上的蛋糕盒，用尽全力向姜妍砸去。在姜妍不知所措的目光中，我轻声对她说：“姜妍，我陪了你3年，接下来我不想陪你了。蛋糕我不要了，
我也不想要了，我直接买了当天凌晨回 B 市的机票，晚1分钟我都等不了了。等到第二天我回寝室以后，室友们还一脸诧异，不是说去给你男朋友庆祝生日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吹了，憋了一路的泪水终于在此刻决堤。我抱着相好的室友嚎啕大哭，我在不止我的3年，竟以最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等我睡了一觉，情绪平静下来后，我将在 A 大的经历告诉了室友们。他们听后纷纷跳起来痛骂姜妍和乔依然是一对渣男贱女，绝对不可能轻易善终。旭，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就是绝对不能就这样放过那对贱人。说吧，你打算怎么报复他们？我们帮你。要我们怎么做？我的室友们一个个摩拳擦掌，那仿佛下一秒就要套个麻袋将那2个人暴揍一遍的气势，成功逗笑了我。诚然，我在高中时遭遇过一些不好的人和事，这一度导致我回避周围除了姜妍的很多人。可是上大学后遇见的这几个女孩一直在温暖治愈着我。我给了每一个义愤填膺为我抱不平的室友大大的拥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随即在他们不解的目光中淡笑着开口，我不打算再做什么泄愤报复的事情了，没有锤爆渣男贱女的狗头，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确实不太解气，但是我更不愿意再继续纠缠报复，太难看了，只会证明我有多歇斯底里，让我内耗深陷在这段糟糕的感情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说到这，我起身拉开宿舍的厚重的窗帘，让阳光倾泻在室内。我回头扬起嘴角，现在我只想以最快的速度脱身于这段感情。接下来的1个月，我只沉浸在学业上，和室友们同进同出。这天，我在情人湖背单词的时候，接到了室友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室友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虽然我没有去报复姜妍和乔依然，他们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姜妍被取消保研了。我们其实一直在关注 A 大的表白墙和校园墙。旭，你不知道，那天晚上你回来以后 ，A 大校园墙可炸了。本来乔依然那个不要脸的准备在那天给姜妍表白，为了起哄的氛围，就叫了很多熟的不熟的人，再加上那天在操场围观全场的人很多，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出。当天晚上表白墙上就都是各种你们的视频和照片，而且投稿的人都有3观，知道你才是被3的受害者，码掉了你的脸，只有各种姜妍和乔依然的接吻照满天飞。这下全校都知道计算机系的姜妍是个脚踏2条船，瞒着异地女友，校内一个校外一个的渣男了。还有那个乔依然，就是个汉子婊，之前打着都是兄弟普通朋友的名义，跟姜妍做了好多没分寸感的事，那耀武扬威的样。居然还是个惯犯，好多女生都到校园墙投稿了乔依然挑逗暗示别人男朋友的劲爆的聊天记录，还做成了 PDF 总结，你敢信？ A 大正义人士真多呀，现在整个校园墙几乎都被他俩给刷屏涂板了，都不用你出手，就有正义人士把这件事情反映到了教务处。本来只是说被保研的姜妍个人作风有问题，恶心姜妍一下，谁能想到调查到最后查到他在保研成绩上弄虚作假，现在直接被取消保研资格了。姜妍那些明明知道你的存在，你去 A 大玩还招呼你喊你嫂子，结果眼看着姜妍和乔依然搞到一起，还帮着一块瞒着你，撮合那对渣男贱女的狐朋狗友，你还记得不？他们那天的炸裂发言也被爆出来了，有女朋友的直接被分手，没有的就更不可能以后会有了。女生们想也知道，能帮着给脚踏2条船的渣男打掩护的，能是什么出淤泥不染的好人？他们在 A 大直接痛失择偶权，太解气了。姜妍那些所谓的兄弟们现在估计恨死他了。乔依然现在每天下了课就躲在寝室不敢出门，姜妍就更绝了，课都不上了，到现在人影都没看到，估计是接受不了跌落谷底的落差躲起来了吧。旷课旷到要挂科，室友们简直像是在 A 大装的远程监控一样，一个个争先恐后把姜妍堪称凄惨的现状讲得活灵活现。总之，姜妍和乔依然现在在 A 大几乎就是被人人唾弃，走在路上回头率爆表，不过都是鄙视的。要我说，就是活该。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晚饭我们出去吃火锅庆祝。仅隔了1个月，在听到这些名字和这件事情的后续，我竟然觉得有些恍若隔世。我淡笑着回应：好，我很快回来。收起电话后，我抿唇，最后径直走向在湖边的树下守着我的人。姜妍，我们谈谈近1个月以来，姜妍其实都在 B 大。
从最开始语气低软的求和，到现在沉默的候在我的周围。他大概也知道我不会理会他，也不愿让我的室友们看到他，所以我和室友上下课时悄无声息地在远处观望，我独处时跟在我身后不远处守着，像一道我不起眼的影子。如果是以前的我，一定会感动得不能自已，心疼他，担忧他的学业。可最后一丝爱意都在那晚的闹剧中磨灭，我懒得搭理他，索性随他去。可如今接到室友那个告知我姜岩现状的电话，终于让我自以为不会再为他波澜的心升起了没由来的烦躁。看到我的靠近，姜岩似乎以为1个月以来的坚持终于打动了我。旭旭，你终于肯原谅我了吗？我真的知道错了，这1个月我理清楚了自己的心，我不能失去你，我只爱你一个人的。我只是……说到后面，姜岩停顿了一下，艰涩地开口。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鬼使神差没有拒绝乔依然。周围的声音都告诉我，异地恋很难坚持，校内一个玩玩暧昧很正常。旭旭，你能理解我吗？我一个人在学校太孤独了，我们在一起4年了，可能是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我很确定我是爱你的，我只是一时走错了路迷失了。现在我回到了正轨。我惊愕地看着姜岩，好像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认识过他。姜岩似乎并不觉得自己的发言有什么不对，他朝我跨进一步，试图拉着我的手进一步对我展开诉说。我躲开他的手，往后大退一步，随即将手中的辞书重重摔在他身上。姜岩，这就是你编了1个月编出来的说辞吗？毫无责任感和担当，听得我想吐。你真的很能给自己加戏，把自己的不忠和找刺激推卸到异地恋上面。你的3年久，我的3年就不久了吗？你谈异地恋孤独，我就没有觉得孤独失落的时候吗？难道我就没有遇到向我暗示追求我的人吗？但是我有默许接受别人的靠近吗？因为任何有关未来的畅想，我的脑海里只会想到你。你也不用再强调自己有多爱我，论迹不论心，现在我也再也没有畅想有你的未来的热情了。我的感情就是容不得沙，我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你指望我会以低标准要求你吗？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求下无所得。你抱着侥幸的心态串通朋友，瞒着我和学妹享受越界的刺激，就要接受我们的感情只走下坡路，直至如今终结的事实。更何况你赖在避世的这1个月，绞尽脑汁地挽回我，和不敢回去收拾自己的烂摊子，面对同学的冷眼，哪个更多呢？说到这里，我轻呼出一口气，只觉得疲惫万分。我认真地看着眼前流泪的男人，他红着眼睛，眼下是没休息好的青涩，尽管穿着得体，但是衬衫的褶皱和胡茬仍能看出他的颓废。很难找到当年那个将我带出阴影泥潭，意气风发地对我承诺不会再让我受伤的少年的影子。这一幕让我恍惚间回想到高考结束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在路边吐完就牢牢抱着我说，离旭全世界最好，我要永远珍惜他。在这个晚上，18岁的姜岩会想到4年后，22岁的姜岩会在生日这天搪塞敷衍离旭，转头接受学妹的吻吗？止于怅然。我轻声说，姜岩，你回学校吧，不要再来了。姜岩好像这一刻才真的认识到我一刀两断的决心，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要失去我了。他红着眼睛，嗓音嘶哑地喊着我的名字，垂死挣扎着。旭旭，如果我真的改过了呢？我不想再走下坡路了，我真的不能失去你。等明年，不，过几年我变得更优秀了，我再来找你，我们能不能再重新开始？我对上姜岩希冀的目光，缓缓摇头，不可能，我不会等你，姜岩。也许以后真的有一天我会原谅你，我们也没有可能了，我们的生活都要向前看。姜岩很久都没有再开口，最后惨白着脸，失魂落魄地离开。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姜岩。在那以后，我只专注于学业和提升自己。1年以后，我顺利毕业，申请了留学读研，在国外半工半读，忙碌于学业，闲暇时也会到处旅行，享受着一个人的生活。直到一天和大学室友叙旧，听他感慨地提起姜岩时，我才发觉，在忙碌充实的日子里，那段内耗煎熬的往事和人名，早已被我遗忘在时间里。我摩挲着脚踝那处光洁的肌肤，若有所思。记忆中有一次，异地的姜岩和我因为他和学妹没有边界感的事情争执，姜岩一气之下说那就分开。
我买了最快的一班飞机晚回他。到 A 大时已过门禁时间，我熟练地钻狗洞进去，蹲坐在姜岩的寝室楼下，抬头数着他寝室的窗户。姜岩他不愿从窗户看我一眼，甚至不愿意接通我的电话。后来我被学校的保安发现，被他用大手电筒照射。慌乱中，我跑到狗洞边，也来不及看身后的保安有没有追上来。慌忙下，我的脚踝被杂草划伤，流了很多血。思及至此，我不露声色地岔开室友的话题。无论他的现状如何，我都不再关心。如今脚踝被划伤的那处皮肤已经看不出痕迹了。庆幸我不是疤痕体质，所有在我身上留下的伤都不会太久。姜岩亦如此。全文完。